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刚刚啊，比特币不断创出新高啊，成功站上了28000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回顾前面的走势，看到了啊，启动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月初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呢，行情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比特币冲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点的一个重要压力位。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行情经历了短暂的回调啊，这个时间的级别的调整呢，大概是在小线级别的调整。小线级别调整之后，在1月20日啊，同步了美股的行情，出现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那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呢，它的8节阳线组走势非常复杂，然后8节阳线和悟空阳线啊，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被空头斩杀掉之后，行情回踩了144均线和169均线。那么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由于美国硅谷银行破产啊，很多人认为啊，资金还是要保留在自己手里面，所以呢，比特币出现了新的一轮上涨。那么新的一轮上涨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呢，启动于3月12日。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那么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轮啊，第三轮呢，应该是第三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啊，行情做了短暂的啊，这个318这一天啊，周六这一天做了短暂的调整之后，又重新了开启了新的一根阳线。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根阳线啊，它的支撑位大概就在36000点。那么如果啊周一啊在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行情继续上行的话，我认为啊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将会开启。那么如果第4轮上涨西游能够成功到达唐僧阳线的话，目标点位在35000美金。啊，目标点位在这里。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走势非常清楚了啊。1月9日，周线悟空阳线启动啊，然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8节阳线组。那么这里8节阳线呢，啊，可以看到1月16日，这是一根标志性的8节阳线嘛，后面的很多 K 线啊，大概有7根 K 线啊，这7根 K 线呢，认为是一个干扰性 K 线组，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行情、多头趋势的判断。那么本周啊，3月13日的这周啊，出现了一个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啊，我们看到上方是存在一定压力的啊，28000美金和31500美金啊，这两处的压力呢是周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共同形成了一个压力区间啊。如果得以突破的话啊，那么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步了第4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35000美金。也就是说，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啊，已经走到了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啊，再往上呢是一个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看到沙僧阳线走势非常独立尖锐啊，那么唐僧阳线的预期呢也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啊，应该可能会突破这个周线级别的压力位啊，也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周线级别这两处的压力区间，然后到达35000点。啊，这可能会发生在4月份之前。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太坊啊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条支撑位呢，我们看啊，它是从21年5月份这里，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通过焦点位啊，在0.067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啊。注意看啊，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那么跌破支撑之后，我认为行情可能会继续下行啊，因为它主要的支撑位被跌破了。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价格啊就会走弱啊，就会走弱，这也就是目前比特币吸血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以太和很多啊同步以太的山寨啊都会因为啊山寨币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而相对来说走弱。啊，因此呢，目前的行情是比特币啊是主演，那么山寨币呢是跟随，并且
啊，它是一个弱势的跟随。那么回到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啊本身的价格啊，相对比特币它是一个弱势的。但是呢，以太坊目前它已经突破了一个箱体结构啊，这个箱体结构的上边线呢，大概是在$1700啊，因此呢，它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只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弱势的。那么通过合并 K 线，可以在周线级别看到啊，以太坊呢目前仍然处在一个8节阳线的实力范围。那么下周啊，如果比特币表演完毕，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价格啊，它的一个比值发生反弹的话，那么以太坊的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很快会出现。那么沙僧阳线加上唐僧阳线给出的目标点位啊，对于以太坊来说是在$2200附近。那么本周还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币种啊，我认为是 Musk 啊，推特板块的龙头启动先锋。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启动时间是早于比特币的啊，早在22年的10月份啊，提前了比特币2个月就发生了突破行情。那么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突破之后呢，经过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这里面包括了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反复的对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的回补动作。回补完成之后啊，上周发生了一个新一轮的突破，并且在突破过程当中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那么合并 K 线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它走出了什么呢？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那么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很快会出现。那么对于 Musk 这种强势币种啊，推特板块龙头啊，目标点位啊给出在$9附近啊，$9附近，它这里面有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阻力位啊，所以呢暂时啊给到这里。CFX 啊，我们关注很久了啊，一直在讲解这个啊，因为它是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啊，并且和中国电信合作，在香港要发行 SIM 卡啊，它和小红书也有合作，未来可能和抖音啊、微博啊可能都会有合作啊，所以呢，它是国产币板块啊，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中的龙头啊，所以呢应该重点关注。同时呢，它的走势非常强，周线级别上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节阳线走出来了。那么本周呢，它是一个沙僧阳线啊，这根 K 线呢是沙僧阳线啊。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啊，走势啊，它的走势也非常凶狠毒辣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它的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做了2轮的日线级别对称性时间级别调整。2轮的日线级别调整啊，调整幅度超过60%。2轮日线级别调整之后，看到啊，发生了一个新的突破。这根阳线312，这根阳线是悟空阳线，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重新创出了新高。那么合并 K 线到周线级别，我们认为如果能够走出唐僧阳线的话，目标点位是在$0.7附近啊，所以呢，当前点位啊仍然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啊。这个币种呢，从开盘以来啊，上线编以来，跌幅超过90%啊，最大呢是在98.84%啊，几乎接近99%，100倍跌幅之后一路上拉上来啊，它的成交量和价格啊形成了一个量价齐升啊，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币种啊，所以呢，说了大概有1个月时间啊，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啊，一旦有回调，特别是日线级别下跌。啊，它是一个你补仓进场的机会。当然了，现在不断冲出新高啊，这个点位进场是有一定风险啊，建议是分布式布局，把自己仓位打散啊，不要单点介入啊，多搞几个点位啊，然后介入，平摊一些成本啊。这个 CFX 可以做一个趋势上啊，跟趋势上的追踪啊，因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应用啊。目前来看，它的一个体系也非常完善了。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应用在这条供应链上啊的应用啊，因此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啊，龙头当中的龙头必须重点关注。FIL 这个代币呢，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涨和下跌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关系，后面行情当中，我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和刚才这个 Musk 啊，刚才说的 Musk 相类似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在震荡过后啊，它往往启动落后于主流币啊，所以呢，做 FIL 啊要有一定的耐心啊，它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只要它觉得它调整结束啊，它会有一个不断的冲高的一个过程啊，在冲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减仓可以
啊，fail 啊，它是一个弱势的、落后的币种啊，往往它的上涨会非常突然啊，形成结构之后啊，发动冲刺。所以呢，求稳的朋友可以做一下，可以观察一下 fail。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